那2个祸害已经投胎转世了。这地府有2害，1害一株花，2害一本书。曼珠沙华与生死簿不务正业，天天吃瓜惹鬼宴。幽暗殿堂中，面对阎王大人那满含期待的目光，判官崔举把接下来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是，干得好。他的地府终于清静了。东邻国丞相府，臣叩谢皇恩。目光掠过身旁还处于震惊中的小女儿，抬手摁住她的后脑勺，往地上一磕，砰的一声。云大人，不必这么用力，四姑娘身体娇弱，可别碰坏了。然后丢下这句话后，他跑得比兔子还快。云老头，有你这么坑闺女的吗？他快要吐血了，怎么睡一觉起来他就要入朝为官了呢？那可是起得比鸡早干得比驴多的苦差。反正我是不会去上朝的。不去也行，那咱们一家子就一起躺板板吧。毕竟违抗圣旨，那可是抄家砍头的大罪。不是，那入朝为官这事儿凭什么落在我身上？我才12岁哎！那大哥本就要入仕，你举荐他呀？小妹，我也是举人，来年便参加会试，倒不需要举荐。云华一噎，视线落在了他二姐云雅身上，正要开口，云雅非常有眼力劲儿地说：“我要跟娘学习管家之事，没有时间。那三姐她……小妹，我是庶女，不敢有其他说我。再说我更喜欢女工，三姐信你，一定可以胜任的。我这……”云华是欲哭无泪啊，最终把目光看向了云清汉。爹，我觉得五弟啊，他天资聪明，提前培养一下，您觉得如何呢？云啸天满脸的黑线，云清墨忍着笑，瞥了一眼睁着无辜大眼睛的2岁幼弟。他当然知道爹为什么让这丫头入朝为官，还不是因为她那诡异的牺牲吗？尤其是她从小到大身体里的那一本小书书，能把所有人的一生都查探得一清二楚。也就前段时间，那本小书书不知在哪儿掏出一件宝贝，照在了云华的身上，说是可以抵御一切危险。他爹找人试了一下，果然任何刀剑都伤不了他。有了保障后，他爹也不再拘着他了，立马进宫将此事向圣上禀明。当天圣上就微服到云府暗中观察，这不，曹公公被扒的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于是这才有了他入朝当官之事。哎，爹，这要是实在不行的话，你收个义女如何？闺女，要不你瞧瞧圣旨，这上面指名点姓就是要你当官啊。爹，就这么决定了，明天跟爹一起上朝。你可是东邻国第1位女官，走出去别提多有面子。小叔叔，你帮我看看，袁老头他真是我亲爹？有这么坑自家闺女的吗？小花花呀，我查过，是你亲爹。那这样的亲爹，我能换吗？小花花，别难过了，要不你跟你娘商量一下，让她改嫁就可以换爹啦。云华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于是他将目光移向了他那温柔似水的娘亲身上。娘，我给你打个下子。哎，娘你别走啊，娘！死丫头，又给你娘挖坑。云啸天听着这一人一书的聊天内容后，后槽牙咬的是咯吱咯吱响，瞪了眼这个逆女，赶紧追媳妇儿去了。去试衣服吧，不合身还可以改一下。不要，心情不好。没事儿，明年等大哥考中，陪你一起上朝。谢谢您哦。大哥，等你考中了再说这句话吧。还有啊，好好珍惜你现在剩余不多的时间吧，以后有你痛苦的时候。
云清墨袖子一甩，转身离开。他就不该嘴欠。嘿，二姐，三姐，嘿嘿嘿。这山路18弯的声调，可把云雅与云微两姐妹吓得够呛，纷纷找了个借口逃离此地。哎，小叔叔，你说我在地府的时候给孟婆当助理，真没想到投胎之后还要干活。我可真惨啊！哎呦，别这样说，你想想啊，在人间活得自在，还是在地府活得自在，不就是上朝吗？我把百官的瓜全部都扒给你吃，那不得多得劲儿啊！话是这样说，可云华还是怀念当初在地府的生活。要不是阎王他们使诡计，把他们丢去投胎，他们两个一本书一株花，多潇洒呀！哎，小叔叔，若不是我，你肯定也会投胎成人的。喂，打住啊！这句话我可不想再听了。当初我只是生了灵智，不曾化形，体会不到当人的乐趣。何况真投胎当人，没有能力，那不得呕死啊！这话说的他无法反驳，他不就成了没有法力的普通人吗？四小姐，官服送来了。小叔叔，你说我要不要溜之大吉？听到这句话的桃枝双手不经意地抖了一下，脸上依旧保持镇定。整个云府能听到心声的下人都被警告过，你不怕连累云家，你就跑呗，反正有我在，你是能活到寿终正寝的。他从地府抢下的优越之石，前段时间居然可以连接到阎王的纳戒空间。他悄咪咪地顺了一件防御法器给小花花，就怕一个不注意，他把这条小命给玩没了。那还是算了吧。这家人也挺可爱的。一日一早，四小姐该起床上朝了。四小姐，老爷，四小姐她罢了，这么早上朝，确实有点为难她了。被子一掀，将人给抱了起来。桃枝见状，赶紧拿上朝服跟了上去。云啸天，那是你亲闺女，如今已经入秋，你就不能给你闺女套件衣服啊？天气转凉，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崔婉欣是真心疼小闺女，赶紧解下身上的披风给云华搭上，同时吩咐下人将准备好的吃食装上马车。桃枝，一会儿你在马车上给四小姐收拾妥当，还有吃食一定要让她吃一些。云啸天幽怨地看着自家媳妇儿，自己上朝时他可从未如此细心安排过。媳妇手抽筋了。他刚把这话说完，手便无力地垂了下去，砰的一声。崔婉欣掐着云啸天腰上的软肉，将这不省心的父女俩给送出了门。云华揉着屁股斜坐在马车上。四小姐，这官服好像有点长了。你昨日没事？云华将头一扭，不说话，明显还生着气呗。一会儿丢人的可不是我。我才不怕，是我丢人也就相当于你丢人。谁让你是我亲爹？这死丫头从小到大没脸没皮的，只希望今日的朝堂平安度过吧。马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了宫门口，云华深吸一口气，跳下马车。不料他的衣摆过于冗长，一个不小心便踩在了上面，导致他双腿跪地，对着来人直接行了一个标准大礼。小云大人，都是同僚，倒不用这么见外。徐大人，让你看笑话了。就在他们寒暄之际，一道轻蔑的冷哼声传来。只见那人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怨毒和不甘，不过对方很快将目光收了回去，衣袖一甩进了宫门。云华也提着不合身的衣摆，跟着许大人走进朝堂。臣有事上奏。我靠，是哪个王八蛋闲着没事在那儿飙高音？我吓死姑奶奶了！臣有事上奏。准。陛下，虽说本朝民风开放，但从未有过女子入朝的先例，何况此女还只是金钗臣，更不符合规矩，望皇上三思啊！嘿，小叔叔，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弹劾我！老娘虽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上朝，但哪里轮得到他在这儿瞎逼逼的？对，这个王八蛋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你等着，我扒他个祖宗18代！对，判死他丫的！
刹那间，朝堂上一片漠然，能听到心声的大臣们眼中满是震惊与疑惑。跟小云大人说话的又是什么东西啊？你没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就是小云大人的。正说到关键词后，许大人的声音突然间被消失了，他惊得一身冷汗，立马站了回去，不再多说了。或许这便是皇上下旨让他入朝为官的理由。很好，第一个倒霉蛋出现了。皇上，若真让女子为官，岂不是寒了天下所有苦读诗书的学子？嘿，我操，这个王八蛋还较上劲了是吧？小叔叔，快点，老娘等不及要收拾他了。对朕的决策有异。臣不敢。其他大臣呢？可还有意见？众人面面相觑，能听到心声的无人站出来。倒也有些与周大人同样想法的官员也蠢蠢欲动，可被皇上一记冷眼看过来，瞬间熄火。皇上这是力保云丞相之女。小花花，我翻到了，这丫子就是个畜生！啊呸！说畜生都抬举他了，应该是茅坑里的蛆，恶心恶毒之极。能让小叔叔都这么生气，这人一定是犯下了天理难容之事。快告诉我，赶紧告诉我！等下朝之后，我一定想办法将此事捅出去，闹得人尽皆知。嘿，呸！还不想让我当官，我就先罢了他的官服。太子殿下暗中打了一个手势，几名武官默契地朝着周大人靠近几分，以方便一会儿将人拿下。不过看周大人的神情，似乎是听不到小云大人的心声。他叫周朝勇，礼部侍郎，年轻时在老家娶了一个农门媳妇，考上举人之后觉得农门妻又丑又穷，于是找人陷害他通奸，族人当场抓住陈塘，请女下毒弄死。他之后为了赢钱，另娶商户之女，生下一子。待他入朝为官之后，又嫌弃商户上不了台面，暗中勾结山匪，造成了意外而死。至于儿子，那是传宗接代，所以留了一命。我操！这玩意儿是怎么当上官的？皇帝老儿是眼瞎了不？眼瞎的皇帝老儿那眼神冷飕飕地射向云啸天。很好，养不教，父之过。朝堂其他人面面相觑，一个个噤若寒蝉，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云大人这女儿还真是令人佩服，连皇上都敢开对。作死，这个不孝女怎么能在心底骂皇上呢？这是要害死我们云家。小花花，虽然皇帝老儿眼神不佳，但是他不轻信谗言，治理国家，造福百姓，政绩上还是值得称道的。这点我信，毕竟我爹夸皇上都快要夸到天边去了都。文宣帝被夸的是心花怒放，犒赏的看了眼云啸天。这次就算了，放他一马。一个姿势站得太久，云华动了动有些酸涩的小腿，这才注意到整个朝堂氛围有些不对。哎，小叔叔，那你知道他们怎么了吗？小花花，我也不知道啊，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呢。小叔叔，你有没有他杀妻的证据？我去揭发。不急，我还没讲完呢。还有，快继续啊！他对外展现出对亡妻的用情之深，一直没有再续弦，也因为如此，外人才高看他一眼。文宣帝一边与各官员商议国事，一边留意着云华的爆料，忍不住的点点头。对，朕不是眼瞎，是周朝勇伪装的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呢？他又干了什么？他呀，心里变态的喜欢上了幼女，反正有儿子传宗，怕个屁！官家的那些小女娃他不敢动手，就把目光放在了附近村里重男轻女的家庭上，只要是长得好看的，花银子买，买不了的就抢。那些孩子基本都是5至12岁左右，他们遭到非人的折磨之后，死后就埋在了府里的池塘里。我算算，大概有20-30具尸体呢。什么？众人倒吸一口凉气。该死的东西！文宣帝一声暴怒，吓得众人纷纷跪倒在地。不是，小叔叔，皇上为什么发火啊？本花花双腿刚才猛地磕到地上，哎呀，现在又磕，我都快要废了都。到时候就别怪我赖上他。都起身吧。哎，小叔叔，皇上刚才到底是怎么啦？哎呀，算了。哎，小叔叔，我们商量一下，
怎么把这个畜生犯的事儿给捅出去吧。小花花，要不你直接上奏？之前这个畜生不也裁了你一本，你现在就报复回去。我我不干啊！我就一个小小的屎官，我才不要出风头呢。再说了，皇上信不信我那还不一定呢，万一他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又该如何说？难不成我要把你给供出去？那不得要把我给当成妖怪了不？哎呀，小花花，亏你还在地府当值过，怎么投了一次胎之后，以前把阎王气得跳脚的胆量去哪了？文宣地狱官员们看向云啸天的眼神儿都变了，牵扯到鬼神之说，他们不得不重视起来。尤其是那句地府当值，想来这小云大人前世身份肯定不简单，但他们任何人也生不起抢夺之心，只能一起供着呗。出息了，居然生了个来历不凡的女儿，云家老祖冒青烟了。那些官员们个个嫉妒的快扭曲了。哎呀，今时不同往日，该狗的时候还是得要狗的。哎呀，小花花，那些尸体就是证据啊，实在不行你就直说，你亲眼看到那个畜生将人绑了回去，反正有你老爹给你撑腰，怕个屁呀！想想你兜里的仨瓜俩枣，若是检举成功，那皇帝老儿一高兴，赏赐你金银珠宝，那你不就成小富婆了？再也不用到你娘亲面前哭唧唧的要零花钱喽。小钱钱，咱们的志向一定要远大啊！先累积业绩，等到时机成熟了，让你爹跟皇上提上一嘴，给你先封个县主，接着就是郡主，最后说不定混成个公主，那可是有封地、有实权，还有俸禄的。实在不行，我们就再换个方向，往官位上升。先把那些贪官干下去，我们上位，最后干到你爹丞相的位置上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看你爹以后还敢不敢摔你。小叔叔，你说的对，格局要打开。小花花，别激动，咱还有招。小叔叔，别说了，我干。臣，他刚一开口，前排的某位大人直接先他一步站了出来。臣有事上奏，周大人犯下滔天大罪，望皇上定。他先是害死原配妻子及女儿，随后又弄死第二任妻子，强占他人之女，甚至残忍奸杀幼女，种种罪行令人发指。皇上，此人绝不能姑息。我靠！小叔叔，这是哪里来的老逼灯啊？他居然敢抢我的火！要给我盘的！刚参了一本的刑部尚书陈哲翰陈大人听到这句话后，整个魂儿都要飞了起来。他这是临危受命啊，怨不得他呀。这是怎么回事？周爱卿，你可有什么要解释的？陛下，这是污蔑呀！是有人蓄意陷害臣，臣对陛下忠心耿耿，绝无此事啊！没有证据的事儿，臣不认呐！污蔑！回皇上，下官有证据，那些被残害的尸体就被掩埋在他府邸的池塘之中，只要派人一查就水落石出。皇上，不是我。周朝勇急了，他刚喊出声，就被身侧的武官直接拿下，堵上嘴，拖出了大殿。就这样草率的定了罪。好心痛啊，好心痛啊！哎，小叔叔，他怎么连尸体藏哪儿都知道啊？我不服，你赶紧查查。怪了，书上没有记载是他先去的，而且更奇怪的是，周朝勇原先记载的可是活到了99岁，可就刚才记录他的那一页的命格突然变成年40卒，没有具体原因。嚯，果然祸害1000年，能让他活到99，可真的是没天理。那他现在突然改变命格，是不是因为你跟我一起投胎出了故障？怎么可能？哎，小叔叔，既然那个周朝勇的事情想不明白，哎呀，那就先不管啊，反正他也是被关押了。哎，你现在快点翻一翻陈大人，他可抢了我的业绩，我要吃他瓜，暗搓搓的笑死他。行，我这就继续扒他丑事儿，让你乐呵乐呵。然后我就再去贴个大字报，再编唱儿歌，传遍大街小巷。陈哲翰冤枉啊！此时他感觉自己被架在火上烤，下也下不来。他愤恨地盯向云啸天。很好，养不教父之过，都是云啸天的错。小花花来了，我带着他的呱呱走来了。砰的一声，陈哲翰双眼一翻，人就晕了过去。这声响吓得云华赶紧伸着脑袋看过去。小叔叔，他怎么就晕了
嘛，这早朝也没站多久啊。哎呀，这个陈大人啊，看着身体挺硬朗的，这没想到倒是个虚的，怎么连我这小娃娃都不如？估计肾不行。装晕的陈大人恨不得立马跳起来喷他们一脸，他哪里不行啊？他可是有3个儿子的人，要不是担心被他扒出来一些丢脸的事儿，他才不会装晕。小叔叔，你说他这个身体，他媳妇儿能满足吗？你个星号毙的！来人，把陈大人抬下去休息吧。陈哲翰装晕被抬走之后，云华便歇了心思。当事人不在，他扒的也无趣。大臣们没有听到云华的心声后，这虽说有点可惜，但也专心在朝堂上商讨起正事儿。小花花，别睡，这可是上朝哎，一会儿被发现有你好果子吃。小叔叔，可是我真的好困啊。真的很无聊啊！小花花，别打瞌睡了，皇上不是让你那么早上朝吗？我给你扒他的瓜如何？皇上的瓜，快说！云啸天双眼一翻，也想要学着陈大人一样假晕，逃离这个是非之地，可好死不死的被眼尖的太子一把给扶住了。云大人，你这也是肾虚吗？闺女啊，咱能不能私下聊啊？这皇家隐秘之事，岂能让你给呼了出去了？你是死不了，可你的爹还有云家那些人，可不一定能保得住啊。退朝。而后落荒而逃，同时还吩咐曹公公把之前表现出神色异样的大臣统统叫去书房商谈事宜。御书房内，众大臣面面相觑，心下都明白文宣帝叫他们来此是为何事。父皇要不要派高手保护小云大人的安全？毕竟那新生爆料出来的事情基本属实，就怕有心怀不轨的人起什么歹念，事关未来江山社稷，不能莽。那是你的女儿，你怎么说？回皇上，依臣所见，是该派高手保护，但不是保护他，该保护的是臣与臣的家人。好你个老匹夫，你也太他妈不要脸了吧！云大人是说保护谁来着？是臣与臣的家人。皇上，你有所不知，我那闺女身上……云啸天将云华身上的怪异之处是抖了个干净，包括能听到心声之人可以互相探讨，却不能对听不到心声之人透露半句。众人闻言，脸上是唏嘘不已。那为何有些人又听不到呢？回皇上，只要是对小女心生不满，或是带有恶意之人，都听不到她的心声。不过文宣帝最后呢，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让众大臣识趣儿点儿，以后那丫头再爆料些什么事出来，让他们机灵点儿，出来截胡。至于保护云啸天什么的，他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你搁这烙饼呢，还不睡？信不信明天一早被你爹扛出来，再扔出去？可是我现在确实是没困意啊。小叔叔，你给我唱首催眠曲儿，或者是讲个故事如何？可这会儿生死簿把自己卷成一团，缩回书里去了。他翻了那么久的八卦信息，表示也累了，需要休息。小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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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叔叔还在不？小叔叔！云华不由得提高声线，见没有回复，瞬间就不吱声了，双眼一闭，打算强行入睡。下一秒，他双眸猛地一睁，云华悄咪咪地避开了所有下人，这才顺利地溜进他爹娘的院子里，用舌头在纸张上舔了2下，轻轻地贴在门上。看着自己的杰作后，云华这才满意地朝着停放马厩的位置跑去，钻进马车后，找了个舒服的位置，裹着被子躺了下去。不久后就睡得十分香沉。寅时，云啸天收拾妥当，刚打开房门，就看到桃枝那个丫鬟神色慌张地跑上前来。老爷夫人，小姐她不见了。你说环儿不见了，整个院子都找过没有？还有她平时最喜欢蹲点的地方，你可有仔细找过？找了，奴婢都找过了，都没有小姐的踪影。侍卫我也问过，他们也没有看到四小姐从房间里出来过。对了，还有安慰怎么说？那个，我撤了啊！夫人莫要慌，那鬼丫头主意多，许是逼着所有人爬到某个院子墙头去偷听八卦呢。来人呢，速召集府中所有家丁与暗卫，务必将整个府邸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找到四小姐。整个府邸因为找云华，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娘，小妹身上有异宝，一定会没事的。爹，小妹虽说不靠谱，但也不会这么晚不在府里，会不会被人套走了？都怪你！要不是你向皇上禀明小闺女的异样之处，皇上又怎会让她入朝为官？
现在好了，整个朝堂几乎都能听到他的心声，说不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些小心眼的人把我的环儿给弄走了。爹，你赶紧进宫禀告皇上，毕竟小妹的事皇上也知晓，有了朝廷的介入，寻人的范围和速度都会大大提升。我带一些人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娘，二妹说的对，小妹身上有异宝，性命倒是不用担心。大哥，虽说小妹刀枪不入，但架不住贼人，会不会饿死小妹啊？三妹，别胡说，小妹吉人有天相，不会有事的。瞬间，众人纷纷行动起来。云啸天快步朝着马厩的方向跑去，打算骑马入宫。可刚一到马厩，他眼尖的看到马车边有一截被子露了出来。他心中有了猜想，终是一把掀开马车门帘，瞧着睡得呼呼炸响的糟心娃，他是又气又急，猛地大喝一声：“云华，你这个瘪犊子玩意儿！”连人带被子给拧了出来，砰的一声，云华直接摔了下去，人立马清醒了。云啸天，那是你亲闺女，不是个东西。你闺女是猪吗？有你这样把她给拖拽出来的？爹娘，你们没看到我留的纸条吗？众人皆是无语，任谁也能猜到他此举的目的。你还有闲心收拾人，是不打算上朝了吗？赶紧让下人套上马车，朝着宫门急速前进。要是以后每天上朝前，小妹都来这么一出，这日子可真没法过了。给我安分点，面对皇上，必须要保持敬畏之心，不可以蛐蛐，连脑子里也不能想，知不知道？哎，小叔叔，你说我爹他是不是有个什么毛病啊？管吃管住就不说了啊，这咋还管起我脑子里面想不想的？嘿，哎，我就要跟他唱反调。哎，快，赶紧把皇上的瓜给扒出来溜一圈。这瘪犊子玩意儿，你才有毛病。而这时，文宣帝刚好将一条腿迈进正殿，听到云华的心声后，整个人正在原地，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皇上驾到！小叔叔，啊，小叔叔，我家可爱的小叔叔在吗？小叔叔，小花花，你鬼叫什么呢？我不过是处理点事情。小叔叔，你不讲义气，居然有事情瞒着我。得，算我派了你了。我刚才去偷宝贝呢。偷宝贝？小叔叔，你偷了个什么宝贝啊？啥都没偷到，空欢喜一场。等下次找到机会，我再去试试。哪知站在他前方的某个大臣突然回过头来瞪了他一眼：“闭嘴！女人就是上不了台面。”乖，小花花，你离他远点。我刚才翻了一下，这人臭死了，癖好也奇怪，喜欢闻茅房的味道，每次都要在茅坑里待许久才出来，还要求媳妇小心上了厕所不擦屁股呢，留着他晚上闻。啥？双腿不自觉地往后挪动位置。不只是他，能听到心声的其他大臣也都是一脸的醒悟，怪不得何大人身上常年有一股奇怪的熏香，看来就是遮掩那股子味道的。小叔叔，这人前世莫不是一条狗吧？喜欢屎味儿。小花花，你可算说对了，我翻了他前世，还真是一条在茅厕附近长大的野狗，转世为人还没改掉这毛病。小花花，我跟你说啊，这人前世是条狗，这一世干的事儿也是真的狗。快讲讲看。小花花呀，这家伙可是个卖国贼哦！卖国贼？小叔叔，这个也太刺激了吧！文宣帝只觉气血上涌，胸腔中的怒火噌的一下烧得更旺，正要发难时，太子殿下赶紧给曹公公使了个眼色。曹公公心领神会，立马凑上前去：“陛下息怒，不妨先听听小云大人与小叔叔的对话，再做决断。奴才怕打断小云大人后，他又将此事抛之脑后。”闻言，文宣帝胸膛剧烈起伏，将那股杀意硬生生的忍了下来。只是那双眼眸死死盯着何大人，何兴突然感受到一股寒意从心底蔓延到四肢百骸，脊背阵阵发凉，就像是被无数只豺狼虎豹给盯上一样，心中的恐慌更甚。启禀皇上，江南今年风调雨顺，税收……要不是云啸天反应极快，转移众大臣落在何大人身上的目光，说不定何兴就有所怀疑了。我勒个去！小叔叔，你快点看看，这个王八蛋还干我些什么坏事啊！我们一件一件的给他扒的毛都不剩一根。众大臣不约而同的点头附应。对，扒成秃毛狗。怎么说来着？这个人啊，除了叫何兴这个名字之外，还有个名字叫乌林达兴。乌林姓氏，这
可不是西塞国那边独有的姓氏吗？何星这个王八蛋居然连祖宗都背弃了。那你得看看他的祖宗是谁。小花花，你可以当他是卖国贼，也可以当他是奸细。你别卖关子了，说仔细点。哼。麦着又不得不提后院女眷的那些不可明说的事。何星本就是西塞国大将军乌林巴特的庶长子，当年啊，因为何星他娘比当家夫人早3天生下他，惹得当家夫人不满，于是派人偷出去扔到边境，哪知被他后来的养父养母捡到，带回了东陵。有一次乌林巴特带兵来抢粮食，无意发现啊，何星与他的小妾有8分相似，多方打探之后确定他就是当年丢失的庶长子，于是上赶着去跟儿子相认。何星也信乌林巴特的话？信？怎么不信？何星的养父母自从后来生下亲儿子之后，对他很不好，毕竟不是亲生的。何星能考上秀才，都是靠他的教书先生资助才行的。后来何父何母见他有出息，打上他的主意，就是等何星高中之后，想让自己的亲儿子代替他。当他知道养父母的计划，于是先下手为强，把这一家3口送上了西天，而且死状很惨。哎呦，这可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都是个狠人啊。何西没有享受过父爱，乌林巴特稍对他好一点，他就感动的不行，还说要留在东陵当细作。他傻呀，他明明可以当将军府的大少爷，还留在这儿给人打工当牛马，干得多拿得少，这随时还要注意脑袋会不会搬家。谁说不是呢？不过他的职位也不高，吏部员外郎，从6品。嚯，好家伙啊！这要是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在考核升迁上做手脚，安插西塞国的眼线，那可就有意思喽。此时的文宣帝脸色铁青，要不是现在不适合发作，他早就命人将何星直接斩首了。此时也有不少的武将朝着何星靠近，就等皇上一句话将其拿下。哼，就他啥意思啊？吏部尚书董万杰是个人精，觉得此人太过于急功近利，不值得重用，于是拿他当摆设看，根本不让他接触核心事务，所以他没机会插手。那这何星不是瞎折腾吗？而听到提起自己名字的董大人，此时是昂首挺胸，迎接着众人的目光。大功一件。小叔叔，这个人还真的是又臭又蠢哎，当个奸细也当不明白。小花花呀，你可不要小看他呀，他奸细当不好，可人家赚钱厉害呀。京城最有名的2个青楼，满春苑与燕春楼，就是他开的，还有北市那边一条街的赌坊也是他的。我算一算啊，这么多年来他涉足的生意可不少呢，赚的钱比国库还多。他利用这些银钱买了许多田庄，每年收上来的粮食他悄咪咪的送到西塞国，还把每年赚的银钱分出1/3给他亲爹，主打一个政务上帮不上，按钱财资源来凑。好家伙！众大臣一听，皆倒吸一口气。文宣帝此时银牙都快要咬碎了，双手死死地攥着龙椅的扶手。不气不气，一会儿全部抄家入国库房，毛都不留一根给他。小叔叔，他钱藏哪儿的？他的寝室床铺下面有个暗格，那个是机关，通往密室，里面的金银珠宝密密麻麻的100多箱，还有他的书房，墙面与地面是黄金砌成，不过他聪明，懂得掩饰。云华忍不住的搓搓小手，小花花，别激动嘛，千万别激动，这才拿到呢。他京郊外的那个温泉庄子，那才叫富有呢，几个地窖加起来好几百箱的宝贝，还有一个房间装的是上了年份的珍稀药材。小叔叔，咱们发财了！不是，这些东西怎么就成他的呢？又是想要晕倒的一天呢。只不过文宣帝面上不动声色，但内心早已掀起惊涛骇浪。这丫头还真是他的吉星啊，为东陵国添砖加瓦。他记下了。小叔叔，今晚上我们就是偷啊，不是去当劫富济贫的大盗。还劫富？小花花，你们不要忘记啊，你现在只是个普通人，人家可是手背森严，能让你溜进去？那你可别指望我啊，我比你还没用，除了翻书啥也干不了。我坚决他，
然后求皇上让我带队，毕竟只有我才知道核心藏宝贝的地方，然后再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他再偷拿一些宝贝藏在衣服里，反正皇上又不知道。启禀皇上，陈大人有事要上奏。哼，我让你笑，一会儿有你哭的。云啸天这老匹夫害人呢！回皇上，陈大人刚才跟微臣说，他要举报何兴何大人，他乃是西塞国细宗。臣冤枉啊！小叔叔，怎么又是这个老逼灯啊！云华快要疯了，他不过就慢了一步，怎么又被截胡了呀？而被云华点名的陈哲瀚不由得全身一抖，死死地盯了一眼云啸天。事已至此，他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回皇上，臣很早之前就发现何大人有问题，这半年来多方调查，这才确定何大人是西塞国大将军乌林巴特之子乌林达星。小叔叔，为什么他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等我，就钻回了书里。云华幽怨的眼神快要把陈哲瀚的后背给钉穿个洞。陈哲瀚如坐针毡，摸了摸头上的虚汗，继续爆料：何兴，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污蔑，这是污蔑呀！污蔑！来人，给朕去搜查一下刚才陈大人提起的地方，就知道是不是污蔑了。是，完了，全完了。文宣帝厌恶地看了一眼何兴，挥手让人把他拖了下去。小叔叔，你查到了没有？这个陈大人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啊？陈哲瀚听到这丫头又提起自己，双眼一翻，又打算故技重施。干啥？你俩想干嘛？陈哲瀚气急，他的一左一右被云啸天与太子殿下积极地搀扶着，不让他晕过去。陈大人，你这是又肾虚了？陈大人乃是东林的肱骨之臣，孤自然要关心一下。啊，他不会又要晕吧？又犯病了？哼，接我的活，希望你一辈子都肾虚，还是治不好的那种。小花花，我已经出问题了。关于这老逼灯揭露的此事，我书上没有记载啊。而且何兴这事也是2年之后他自己露出的马脚，才被皇上抄家砍头的。小叔叔，那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没有啊，和平常一样。那就奇怪了。小叔叔，那你翻一翻看看有没有他的瓜，你让我乐呵乐呵，总得是要让我出口恶气吧。陈哲瀚又想晕了。今天比昨日早朝时间还长，他居然没晕，甚好了。小花花，这陈大人在外面看着一本正经严谨之人，没想到在家中是个怕媳妇的。昨天他一忙得太晚不洗脚，他媳妇不让他上床睡觉，一脚就踹下了床，他可怜兮兮的在地板上睡了一宿。小叔叔，他跟我爹有的一拼哎，同样都是惹媳妇生气，被踢下过床，打过地铺。云啸天脸上的笑意一僵，这一次倒是换成陈哲瀚带着那种揶揄的神情，饶有兴致地盯着他看。彼此，你把陈哲浩的挂就是了，你提你老爹的名干啥？没想到云大人，你也是这样的呀！小花花，他媳妇早产了，咋回事？还能咋回事？被人害的呗，就是为了要换他即将出生的小闺女。小闺女，我心心念念的小闺女来了！啊呸！有人要换我的小闺女！皇上，臣突感心里一慌，请允许微臣立刻回府。文宣帝念及他此时的紧急情况，还是点了点头。陈哲瀚匆忙跪地谢恩后，转身便飞奔出朝堂。不是，他这是父女连心，知道小闺女要出事了。哎呀，这皇上怎么还不下朝啊？我还想要去把大家抢头呢，要是再晚的话就来不及了，快下朝啊！皇上，臣看陈大人如此着急，想必家中之事有点棘手，不如臣也一同前去。嘿嘿，老爹，你简直是太给力了！文宣帝看着朝堂下那些大臣们想要吃瓜的眼神儿，有些遭受不住，摆了摆手，退朝。他话音一落，众人跪谢隆恩后，云华就直接朝着大殿外跑去。文宣帝在走出正殿后，也一改往日的沉稳步态，赶紧吩咐身边的曹公公：快给朕准备常服。吃瓜不积极，乐趣少一半。砰的一声，2车相撞，云华在车厢里滚了一圈。小姐，你还好吧？云华摇了摇头，表示没事儿。陶池将云华扶好后，一把掀开车帘，只见对面马车里爬出一名横眉竖眼的嬷嬷。你们怎么赶车了？没长眼睛吗？明明是你们的车横冲直撞，还好意思怪我们？这位姑娘，许是个误会，大家都赶时间，不如就此罢了。我们还有急事在身，实在不便多做纠缠。什么叫不如就此罢了？休想！对方马车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小花花，那个马车里的小女娃就是陈大人那刚出生的小闺女。这陈大人还是晚了一步，他闺女还是被换走了。小花花，那你要出手吗？出，怎么不出？他将桃枝与车夫悄悄拽到一旁，避着对方的车夫，小声交代一会儿要做的事儿。桃枝及车夫自然也听到了云华的心声，此时摩拳擦掌的等待出手的机会。云华因身上有防御宝贝，根本不带怕的，掏出之前藏起来的石头，趁着嬷嬷怔住的那一瞬，砸向他的脑袋。砰的一声，嬷嬷直接倒地不起了。而另一边，车夫也快速地解决了对方车夫。云华从桃枝手里接过小婴儿，红彤彤的小脸儿，皮肤褶皱的就像一个小老头。哎呀，好丑啊！小姐，刚生下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们将这2个人绑了，然后拖到陈府，我先把这孩子送过去，顺便再看看是什么情况。陈府，陈哲翰赶回府的时候，接生婆先是一惊，然后就把孩子交到他的手上。恭喜老爷，恭喜老爷！夫人生了个千金。夫人如何？夫人早产，不过已无大碍，现在已经睡下。闻言，陈哲翰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低头打量着怀里的孩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与自己和夫人相似的痕迹。他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儿。突然，他再次将视线落在接生婆的身上。接生婆被这种打量的目光吓得浑身一滞。老爷，这已经没有奴婢的事，那奴婢先行退下。站住！你慌什么呀？老爷，奴婢没慌，奴婢只是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累了？我看你是心里有鬼。陈哲翰再次将目光落在他夫人身边伺候的杨嬷嬷身上，发现她的身子猛地一颤，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双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衣角。不好！来人，把整个陈府给我封锁起来，任何人不得进出，赶紧去查一查门口有没有可疑之人。此话一出，接生婆与杨嬷嬷心跳如雷，忍不住的抬脚踹在杨嬷嬷心口上。说，我的女儿现在在哪儿？夫人为何早产？我说，是杨嬷嬷，她给了奴婢200两银子，夫人的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她处理，然后把之前藏好的小女婴抱出来，说是夫人带下的孩子。好，你们真是好样的！说，你把孩子弄到哪儿去了？后门有人接应。来人，把这2个狗东西先拖下去。陈哲翰现在最紧要的是找回自家的小女儿，带着家丁朝着后门跑去了。只希望还来得及。陈哲翰刚出院门，瞧着不请自来的云啸天一行人，嘴角都快要抽斜了。不过他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找小女儿要紧。可一到后门，陈哲翰就浑身发寒，不说没人，连个鬼影都没见到。我闺女去哪儿了？陈哲翰一拍大腿，急得不行，找不到云华，只能把那个狗东西再审一次了。哎呀，小叔叔，下次能不能选个靠谱的位置？是你自己说的，抱着孩子不好翻墙的。云华一噎，嘴角抽搐，认命的抱着孩子在陈府里乱窜。不是，那陈大人的院子在哪儿？亲人呐，小云大人，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呀，府里出了点状况，我夫人早产，女儿也被黑心的嬷嬷给换了，现在我着急审人，可能招呼不陈哲翰说话的声音猛地一滞，他揉了揉眼睛，看着云华转过身时怀里抱着的孩子，眼睛瞪得老大。拿着吧，被黑心嬷嬷换走的女儿，本大人给你抢了回来。陈哲翰颤抖着双手接过女儿，眼眶瞬间红了。云啸天等人赶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云华的这句话：虎父无犬女啊！这小云大人一看就知道，未来定是不凡。哟，云丞相当真是好福气呀！他们怎么都来了？不是，这陈大人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小叔叔这人咋回事啊？一点好处都不表示一下，我可是劳心劳肺的给他抢回女儿，还把2个贼人给抓了回来。要不是我，他女儿会被扔到哪儿都不知道呢。谁说不是呢？陈大人，我闺女为了您女儿可是出了大力气，您是不是得表示表示？爹，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你咋知道我在想什么啊？闺女啊，能不形容就别乱形容了好吗？显得你没文化。而这时，陈府管家急匆匆地从外面找了过来，一脸的急切。老爷，赵夫人听说夫人早产，过来探望，要让进府吗？赵夫人不见，让她滚回去。管家领命后，
正要前去回复。小花花，这个赵夫人可是个狠毒角色呢，她收买了陈夫人身边的杨嬷嬷，所有的事情都是按她计划布置的。赵夫人，她又是谁啊？跟陈家又有什么关系啊？陈夫人的庶妹，早期成过一次亲，但是膝下没有子嗣，被休之后改嫁小商户当了继母。她嫉妒陈夫人过得比她好，她本来呢有2个计划，一是早产，一尸两命；二则是陈夫人命大，侥幸活下来，那就把她的孩子换掉，要让陈夫人一生都痛苦。嚯，他这是心理扭曲，见不得他人比自己好呗。慢着，让他到正厅等着。陈哲翰面色阴沉地拦下管家，他打算亲自去收拾这个女人。哎，小叔叔，你看这陈大人的脸色就跟便秘似的，该不会他知道是这个赵夫人搞的鬼吧？啊，有可能。小叔叔，你说我要是没把这孩子给抢回来，他会是个怎么样的下场？那个坏女人本打算将他丢去青楼，后来出了一点状况，到了尼姑庵，长大之后又被土匪抢了去，最后惨死在山上，享年18岁。啊，他这么惨啊！那个假千金呢？未来如何啊？此时众人也是一副听瓜的神情，都安静地跟在云华身后。他呀，白眼狼一个。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陈家女儿，还是坏女人现在夫家旁系的一个孩子，后来为了一个男人陷害陈家谋反，最后导致整个陈家被斩首，而他因检举有功，再加上他不是陈家孩子，留下了一条命，不过后来也是被那个男人给弄死，毕竟不能留下把柄不是。刚从墙头翻下，混迹人群中吃瓜的文宣帝一脸问号，不是听到了啥？陈家未来被他斩首，他又不是昏君，怎么可能不派人调查清楚后才下圣旨啊？这锅他可不背。哎呀，幸好啊，早早发现那个小白眼狼是个冒牌货，要不要掐死他呢？小叔叔，这陈大人还真是够倒霉的，被一个祸害害得全家灭门。谁说不是？另一边，赵夫人从进到陈府的那一刻，眸底晦暗一片。这嫡姐还真是命大，不仅没难产死了，那小贱种也活了下来。就算如此，那个贱种也被换了。等长大以后成千人骑万人压的妓女时，我就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姐夫，姐姐她早产，身体没事吧？我那小侄女还好吗？2字儿还没说出口，赵夫人就被眼前一大群穿着官服的官员们给吓了一跳。姐夫，我来的不是时候。不，来的刚刚好。陈哲翰笑得诡异，将怀里的女儿交到云华手中，然后猛地冲上前来，一把揪住赵夫人的衣领，对着她狂扇2耳光。刺激呀！姐夫，你这是干什么呀？我没做错什么吧？还没做错什么？你这个毒妇，蛇蝎心肠，你手伸得挺长的嘛！我夫人对你不够好吗？你居然敢害她早产，还想用野种换我女儿！姐夫，你这是污蔑！是谁？究竟是谁背叛了我？杨嬷嬷与接生婆都已经招了，你还敢说是污蔑？胡说！杨嬷嬷这是狗急跳墙，胡乱攀咬本夫人。我与姐姐情同手足，怎么可能会害她？啊！我有证据，我有证据！人当局祸，本大人救下了小女娃时呢，抓了个婆子与车夫，那是赵府管家的媳妇儿与儿子。陈大人，你去查一下就真相大白。他们被当场抓住了，为什么？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蛇蝎心肠，陈哲翰，你居然说我是蛇蝎心肠！明明当年元宵灯会是我先遇到你的，你忘了吗？我们还一起猜过字谜。可为什么嫡姐一出现，你的目光就落在她的身上？她脾气暴躁，除了识字外什么都不会，而我比她漂亮，比她有才情，为什么你就是看不到我呢？就因为她是嫡女，我是庶女，除了身份外，我哪一点比她差？本来我是认命，谁让她天天在我耳旁提起你有多好，有多宠她？几个孩子聪明又懂事，明明她知道我不能生育，而嫁后也过得不如意，偏偏要在我面前说这些。我看她就是故意的，故意向我炫耀。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毁了她，毁了她的一切。小花花，这女人怕不是疯了吧？你最好离她远点，小心战火惹上身。云华点点头，他喜欢吃瓜，但不愿成为瓜中一员。众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啊。陈大人这是招了一个风流债啊！
你什么东西，居然跟他？我就喜欢他的坏脾气，他的小性子，至少他的那双眼睛是干干净净，不掺杂任何东西。而你从头到脚都是算计，我眼又不瞎，怎么会选个挑事精回家呢？原来我在你的心中竟是这般的不堪。哎，小花花，这个女人刚才悄悄藏了一只发钗在袖中，主打一个得不到就毁掉。小叔叔，这女人发起狠来比男人还厉害。众人点头，谁说不是呢？然后齐刷刷的后退一大步。陈哲翰心凉了，不是，你们怎么能抛弃我呢？陈哲翰在云华开口的第一个小字时，抬脚将冲过来的赵夫人踹飞。砰的一声，赵夫人如断了线的风筝，瘫倒在地。本朝律法，陷害他人性命，故意调换孩子者，按律当斩，其夫家亦要连坐，流放3000里。陈守，不，你不能那么做！我要找我姐，对，找我姐姐，她一定会原谅我的。原谅？你可别忘了，你害她早产，又差点1尸2命。最后，不管赵夫人如何撒泼，连同抓起来的几人一起被拖去了刑部。我要不是看他刚出生，我保准上抽他屁股。陈哲翰听到他的吐槽，赶紧把女儿从云华的怀中抢了过来。云华怀里一空，抬手将手上的尿渍很不客气地在陈哲翰身上擦拭着。你亲闺女的，别嫌弃。戏看完了还不走？现在看热闹看得挺爽，以后有你们哭的时候。嘿嘿嘿，小叔叔，这个人翻脸竟然如此之快。没事，小花花，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小女娃的命给我改了，她可是你未来的弟媳妇，而且还是她追着你弟跑的那种。以后可把陈哲翰气得够呛，看你爹那是哪都不顺眼。我弟媳？那2岁的小破孩都有媳妇儿呢。云华诧异，云啸天震惊，陈哲翰咬牙切齿。众人看戏，他出生不到半天的女儿要被2岁的猪给拱了。走，你们赶紧走。未来亲家，要不找个时间将他们的亲事给定下来？不错呀，老大的婚事还没定好，这小儿子的媳妇就主动送上门了。定个屁！天杀的云啸天！那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报酬呢？嘿嘿。陈哲翰愣了一下，吩咐让人从库房取500两银票。爹，我今天勇斗贼人，我这手都差点给干废了，又酸又疼的。哎呀，我这估计是10天半个月都不见得养好，回去之后可不要小气，要给我好好的补一补。准备2000两。爹，娘平时管得严，我这侍女与车夫也是帮了大忙，我居然都没有打赏那小东西，一会儿你给我换点碎银子好不啦？来人，再拿点金瓜子。云华笑嘻嘻地将银票往怀里一塞，黄闪闪的金瓜子让他眼前一亮。哎呀，陈大人，这就下令千金也就顺道的事，不用这么客气的嘛。那你还好意思的使劲往荷包塞？你怎么不想想，我女儿还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呢？以后这截胡的事儿，谁爱干谁干。陈哲翰将土匪式的云华妇女送走后，终于松了一口气，想到屋里那个冒牌货，恨得牙痒痒。来人，将那个女婴送到尼姑庵。这边云华一出陈府，就笑得眉眼弯弯，抬眸间就看着有一人的动作十分的诡异，就像是不愿被人发现一样。小叔叔，那人的背影怎么有点像皇上？文宣帝瞥了一眼身旁之人，那人咋也这么熟？像太子。太子殿下猛地弹起来，冲上前将云华夹在胳膊底下，几个跳跃间便逃离人群了。文宣帝趁乱逃走，云华脑子一懵，等反应过来后，喂，他抢人啊！他这抢人！别叫，是我太子。这臭丫头也太重了吧！你就算是太子，你也不能当街绑人吧？我要告你，我要找你爹告你去！别激动，姑奶奶，你可别激动啊！不激动才怪呢！哎呀，我跟你也就生了2次早朝的关系，你把我绑来想要干什么啊？不是，你别过来啊！我宁死不从的！小叔叔，救命啊！这个太子他居然是个恋童癖，怎么办？我明天不跑了！哎呦，姑奶奶，您可别瞎想。完了，他
他居然找不到合适的借口。姑什么？姑只是想让你参考一下这新制的首饰样式。听闻姑娘家最懂这些了，姑上月新纳了一房妾室，就想让你看看她是否会喜欢。不气，这是当朝太子，骂不得吼不得，只能供着。小叔叔，你查一下他那小妾会喜欢吗？小花花，我告诉你啊，这个太子殿下被他的小妾戴绿帽子喽。还有那状况呢，那现场要多刺激就多刺激，要是他现在赶回去，说不准能当场捉奸。很漂亮，这个步摇非常好看，殿下若是亲自送到他手上，想来他是一定非常的惊喜的。惊喜？惊吓还差不多。还有更精彩的呢，小花花，他小妾有孕了，但是不是他的。哇！什么？有孕？混淆皇室子嗣，这天杀的柳妹妹！小云大人说的不错，姑这就回去。云华瞧着他仓皇的背影，狂笑出声。云华回到云府之后，就被崔婉欣一把抱入怀中，然后上下仔细打量。花儿没事吧？你爹说你是被太子劫走了。太子殿下只是问了点小事，就是被小妾戴了点绿帽子，回家顺便去抓个奸。哎，就是不能去东宫吃瓜喽。哎，什么？这就对了嘛，皇室的瓜还是关起门来悄悄吃才好，只是要怎么去拔墙头呢？另一边，太子南宫衍急匆匆地赶回东宫，砰的一声，房门被踹飞，浑身散发着阴质气息地站在门口。好得很。紧跟而来的太子妃先是吓了一跳，然后看清屋内偷情的俩人，原本端庄秀丽的面容瞬间血色尽退。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当夜，整个东宫灯火通明，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只留下了院中流淌着如红梅般刺眼的血迹。翌日，朝堂上正热火朝天地商讨着事宜，众人时不时地朝着他的位置看去，嘴角疯狂一抽。这丫头可真行啊，嘿，站着也能熟睡。皇上，臣以为后日的宫宴。他声如洪钟，可把云华给吵醒了。宫宴？什么宫宴啊？小叔叔，咋回事啊？他们看着我干啥？我这是又闯祸啦？谁让你睡着打呼噜的？我都叫你好多次了，你都不醒。现在完了，被抓包了吧？我没睡，那是许大人放屁声，与我无关哦。哎呀，许大人，红薯吃多了易胀气，屁多声小，影响不好的，下次要注意的哈啊！这丫头还真是个活宝啊！果然有了她，这早朝也是越来越好玩了。小叔叔，刚才那是太子在笑吗？太子南宫衍顿时警铃大作，别怀疑，就是他。哎呀，不，完了！阿弥陀佛，老天爷，要不呸！阎王爷开眼，先把这死丫头拉下去一天吧。小叔叔，这太子昨天才被小妾戴了绿帽子，现在还好意思笑我？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没脸见人了。我南宫衍面上一僵，他察觉到众人怪异的眼神落在自己身上时，恨不得狂扇自己一巴掌。让你刚才憋不住笑。哎呦，反正这事顶多就你知道而已嘛。那红杏出墙的小妾与奸夫被他处理了，知道内情的下人也被警告过，所以他才这么的无所谓。小叔叔，他应该是要报答我才对，要不是我提点他赶紧回去及时捉奸，这要是等将来奸生子生下后，那才是真的没脸呢。小花花呀，老话是这么说，但你能明晃晃的去找太监好处吗？就算你去要了，不就是明摆着告诉太子，你知道他被戴绿帽了，你说他能让你活着？不，算了，太子被戴绿帽这事咱们翻篇吧，我可不想被他给记恨上。说真的啊，太子看着还挺聪明啊，这倒没想到他眼光是不咋地。臭死，要不然怎么可能认错救命恩人呢？一本书看吧，
就是脑子不行。太子，小女口无遮拦，勿怪啊，勿怪。对呀，太子殿下，咱不气，气多伤身呐。小云大人是东篱的福星，千万别露馅啊！你们小叔叔认错救命恩人是咋回事啊？2个月前，太子奉命去剿匪，在回城时被当时侥幸逃跑的3当家给暗算跌落山脚，然后被一户农家女救下。只是这家农户还没有分家，大房与二房各有一女，救太子的是二房的女儿柳苗苗。哦，那被太子带回去给他戴绿帽子的是大房的女儿喽。谢谢你啊，可不可以不要再提醒我被戴绿帽子这事儿了？可不是嘛，大房的儿子考上了秀才，二房一家都是土里刨食，那老人家肯定是偏大房多一点。再加上那柳妹妹养得娇俏，不管是村里还是镇上，上门求亲的多的是。至于二房的柳苗苗，天天干活，人是又黑又瘦。嚯，太子这是见色起意，这连最基本的调查都没有，就认为那个柳妹妹是他的救命恩人。我呸，啥玩意儿嘛这是？不是，我没有见色起意，我没有。那个小花花，你冤枉太子殿下了啊！小叔叔，那后来呢？后来呢，是那个柳妹妹的秀才大哥，他见到太子气度不凡，还有他身上佩戴的玉佩也不是寻常之物，就跟家人商量，让柳妹妹顶了柳苗苗的救人之事。二房人都是软脚虾，就只能受着，然后又教唆柳妹妹拿下太子。霸王硬上弓是不行的，想了一出计谋，就是让他在沐浴的时候，太子无意闯入，然后被柳家人看到，这下太子算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更何况这家人还救过他一命，不过就是一房小妾，纳了便是。这太子的心也太大了吧，亏他还是未来的一国之君呢。看来还是得找个时间与他好好谈谈。小叔叔，这柳妹妹的眼睛莫不是被屎糊住了？他哥好不容易给她谋了个好去处，山鸡变凤凰，怎么会放在天上的月亮不要，非得要臭水沟里挑一颗石头呢？那太子见过的美人太多了，这小家碧玉确实入不了眼。柳妹妹入东宫之后，太子就扔到了一边了。这女人嘛，没有尝过男女之事倒也是无所谓嘛。可是偏偏柳妹妹早就被扑过身了，太子呢也从未碰过她，她寂寞难耐，你懂的。懂个屁！后来他无意遇到了之前相好过的男人，于是想尽办法将他扮作小厮混进来，然后天雷勾地火，将了呗。最后就是那个太子捉奸，一刀解决。这太子这还挺冤的。笑死我了，他这什么好吃都没捞着，白白当了一回绿毛龟。也是幸好只有我才知道真相，不然他这脸面捡都捡不起来。我谢谢你啊，整个朝堂几乎一半的官员都知道我丢脸丢到家门口了。此时众大臣们已经憋的是浑身抽搐，要不是碍于皇家颜面，早就忍不住的笑出声来了。不对啊，小叔叔，这太子都看不上那柳妹妹，昨日怎么会过来问我他喜不喜欢这只步摇？我的姑奶奶呀，快别疑惑了，也快别问了。我就知道他还是在打我的主意，本大人才不会喜欢这老男人呢。太子打我这小闺女的主意，这殿下他莫不是想不开呀？不是，这又是闹的哪一出啊？不，老男人，姑还没嫌弃你是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丫头片子呢。啊呸！姑才不会喜欢你这个吃瓜精呢。吴昕上朝后摆了摆手，宣布退朝。明日太后祈福回宫，故休沐一日，后日举办宫宴，朝中官员以及家眷必须进宫赴宴。爹，你有话就说，你这样子像个老妈子似的，磨磨唧唧的。后日宫宴，我不求你举止娴雅，但必须给我安分的坐在位置上，你那个屁股别动来动去的，听见没有？主要是招别人烦。爹，你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不安分吗？算了，回家里头还是跟夫人商量一下，后日可得把她看牢了，千万不要惹太后不快。翌日，爹娘，小妹去参加宫宴，怕是不妥吧？小妹在前朝吃瓜，那是当皇上的眼线，可以肃清朝中蛀虫。可这后宫之地，女人之间阿杂的小伎俩，那可是多不胜数。要是小妹吃瓜吃到了皇家或者是嫔妃的头上，这要不找个理由，就说她感染风寒，去不了。不妥，皇上下旨不能缺席。哎呀，明日你看好她别乱跑就行了，夫人莫忘了。
他身上的异宝啊？放心吧，娘，明日我同三妹一起盯死小妹。大不了明日我藏块砖头，小妹要是忍不住的想吃瓜，我就一砖头敲晕她。皇宫御花园，崔婉欣瞧着没心没肺到处张望的小闺女，头疼不已。宫里规矩多，你好生跟在你2个姐姐身后，看她们是怎么做的。还有，心里也不许想东想西，安静的看表演，吃东西，知道不？哦，不是吧？不让我说话我能理解，这还不许我心里想事情，这要求也太高了吧？我做不到啊！二姐，你掐我干嘛？我就是手欠，想让你安分点。直到落座，他都打着12分的精神，但一看到面前摆放的美食，嘴馋的咽了咽口水。小叔叔，这皇宫的水晶糕晶莹剔透，入口软糯，甜而不腻，太好吃了。还有这个饺子，皮薄肉多，一口咬下去全都是肉汁，好好吃。哎呀，可惜了，小叔叔，你吃不到。小花花，不就是一些吃食吗？说的好像你之前没有吃过一样，稳重一点，免得丢我们俩祸害的名头。祸害确实是。这谁家小姐啊？吃个东西还这么吵的。皇上驾到，太后驾到，皇后娘娘驾到。在场众人纷纷俯身跪地，吾皇万岁！起来吧，今日是宫宴，不必拘礼。说完，随着众人依次落座，舞姬们也上台表演。御花园内轻歌慢舞，一派和谐景象。小叔叔，快看，好多的小美人儿，还有领头的那个，简直就是个角色。完了，我一个女的都快收不住咽口水了，那这些男的岂不是都要把持不住啦？这猝不及防的声音让少许人直接被茶水或是点心呛得咳嗽起来，尤其是那领头的舞姬，心中一乱，连舞步都跳错了。大胆，是谁？三皇子南宫玉猛地拍桌而立，就被眼疾手快的太子给拽了回来，顺手拿起一块点心塞到他嘴里，小声警告道：闭嘴，给我老实点。皇兄，这是什么情况？于是在老二诧异老三震惊下，把这几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除了他戴绿帽这事儿。这么神奇的吗？小花花，还真是呢。想想咱们从前在地府，天天面对的不是牛头马面，就是各种死状凄惨的鬼魂。而如今美人跳舞，美酒在手，这日子才叫潇洒。啊，咋了？他们看见美人也没必要这么震惊吧？这东西都拿不稳了。听到心声的夫人小姐们都慌乱了，太吓人了！牛头马面，鬼魂。而听不到心声之人有点不明所以。你们没事吧？没事。小云大人，云华看得正入神呢。小云大人，云雅忍不住的想再掐一次，却被较快的云薇一脚踹了出去，跪趴在地上。我屁股！小云大人这出场还是挺别致的。皇上万岁，太后千岁，皇后娘娘千岁。抬起头来。哇，小叔叔，这个太后也太和蔼可亲了吧！刚才听到声音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自己要完蛋了呢。小花花，你觉不觉得这个太后跟掌管阴阳的后土娘娘有几分相似？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哦。虽然当年我只是见过一眼后土娘娘，但她的容貌已经刻入脑海之中，怪不得这太后看着就让人非常的舒服，有种想要亲近的感觉呢。太后乍一听到这番言论，也是怔了一下，原先眉目间带着几分凌厉，现在也荡然无存了。这臭丫头心里话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都不知道已经把太后哄高兴了。母后，这是云丞相的小女儿，如今入朝为官，倒是个有趣之人。小姑娘唤作何名？回太后，臣女名唤云华。云华。年光开柳色，迟影泛云华。这诗句配你这般灵秀的人儿，倒是相得益彰。小叔叔，太后竟然夸我了。那你明白那句是什么意思吗？不懂，但肯定是首好句。皇上，这孩子哀家喜欢。说着就把手上戴着的白玉镯子摘取下来，递给了身边的嬷嬷。拿去，哀家赏给这丫头的。啊，谢太后赏赐。太后娘娘长命百岁，福泽绵延，儿孙满堂，永远年轻不老。
这丫头身子单薄，哀家还有一块暖玉，也一并赏给你了。而另一边的皇后也能听见她的心声。早年生子时落下了病症，膝下只有太子这么一个儿子。看着这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倒是有点喜欢。本宫有一对蝴蝶形的玛瑙步摇，与你还挺配的，也赏给你吧。小叔叔，我太激动了！这皇后娘娘简直就是人美心善、温良贤淑、美若天仙。我沦陷了，我被皇后娘娘的美貌给吸引住了，怎么办啊？真的是羡慕死皇上可以拥有这样的美人了。来人，再赏！众人一阵沉默。今天收获最大的便是云华了，抱着一大堆的赏赐回到位置上。娘，你别担心，傻人有傻福。肃亲王一家呢？难道是那孩子又病发了？母后，您先别担心，朕这就派人去肃王府查一查是什么情况。肃亲王，娘，肃亲王是谁啊？肃亲王南宫临政是太后的小儿子，皇上异母同胞的亲弟弟，也是东陵的战神。当年北疆国与东陵开战，是肃亲王与王妃亲自上阵杀敌，击退北疆，这才换来与北疆的和平。但是那场战役让肃亲王子嗣受损，庆幸的是王妃当时有孕，不过也被小人所害，下了奇毒。那后来呢？后来那贱婢被五马分尸，尽管当时太医全力保胎，这世子也是早产7月的灵儿，一生下来全身乌黑，这是把母胎所有的毒素都吸到自己身上。毕竟这是肃亲王唯一的子嗣，宫里宫外所有珍稀药材用上，这才抑制住毒素，保住了世子一条命。但也导致他下腿残疾，只能坐轮椅。皇祖母，孙儿无碍。好孩子，快让祖母好生瞧瞧你干的啥事儿啊！害得哀家以为渊儿又出了什么事呢。母后冤枉啊！哀家的乖孙近日可曾按时用药？身子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祖母，一切都按太医嘱咐用药，你莫担心，孙儿现在很好。有我在，一定不会让渊儿有事的。哎，小叔叔，我看这男人呢就不能有个3妻4妾，这女人一多是非就多，再加上一些想要上位的丫鬟，后宅还能安宁个屁喽！你听听啊，那个苏王爷的媳妇儿不就是被一个奴婢害得这么惨，最终倒霉的不就是那短命世子？此话一出，众人的目光落在云华身上，云家一行人吓得半死。云雅想要捂住他的嘴，可捂不住他的天马行空啊！世子南宫渊是太后的心头肉，谁都不能说他短命。小叔叔，这世子真的只有3年可活？我翻翻看吧。不到小半刻钟，生死簿就冒了出来。小花花，这世子命格内页只有短短的几行字。几行字？东陵世子南宫渊，生于宣景3年，聪明绝顶，然天妒英才。宣景20年冬月年5，卒于中毒，最多2年半，他就一命呜呼。哀家不信。红颜薄命吧。小花花，要不你还是多读点书吧。你在比我？哎呀，小花花，别生气了嘛，我以后不说你没文化了哦。哼，哎呀，要不我给你想个报复的机会。云华眉毛一挑，生死簿将他拿捏得死死的。小花花，你瞧瞧那个短命世子，人长得不错吧，身世也不孬吧，还是皇亲国戚。苏王妃的眼泪停在了半空，太后暂时也不晕了。文宣帝有种不祥的预感。小花花，你看哦，他有钱有颜还短命，要不你收了，这样你爹娘他们再也不会愁你嫁不出去。不是小叔叔，我才12岁。有大意了。小叔叔，这要不我跟他定个亲先？是个好主意。反正我们也知道肃王府的世子什么时候死，大婚第2天你就成了快乐的小寡妇。没错，既有身份又有钱花，爹娘也不会再操心我的婚事。谁说不是呢？世子现在这个样子，肯定是没有人愿意嫁过去守寡的。你若是与他定亲，想来这肃亲王夫妻肯定是高兴得很。就算渊儿终究逃不过一死，但也不能让人这样算计了去。小叔叔，那我们会不会太缺德了？这世子已经是够倒霉的了，我还打他主意，这有啥好缺德的呀？我还觉得是世子捡了大便宜呢。小花花，你可别忘记你的身份，怎么说也是在下面有名头的。这个世子成了你的夫君，挂着你的名号，那到了地府，那阎王与判官怎么也会给点面子，关照他几分，让他下辈子投个好胎，一生平安顺遂，健康长寿。你说的对哦，我到时候呢再托个梦回去，让孟婆也照顾一下他。
苏王妃双眼一亮，看着云华越来越热切，未来儿媳妇地下有人，恨不得现在就让月儿与他把关系拉近点儿。等混出了感情，儿媳妇舍不得儿子早死，然后去下面打个招呼，让那个什么阎王还是判官的，把自家儿子的寿命添上级别。要不现在就把他俩的亲事给定下。这小云大人本就是东林福星，让他嫁入皇室最好不过。皇伯伯，月儿不愿意。乖孙，此事以后再议。文宣帝直接拍案叫停，夹在中间确实头疼。那个魂不吝的死丫头，不是想定亲当寡妇吗？让她自个儿想办法去。一想二骂三念的，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在骂我。